2013年四川雅安 7.0 级地震中，庐山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和旧门诊大楼的主要构件发生了破坏，大楼结构构件发生开裂、钢筋屈服，产生塑性角。由于框架结构铸角机制消耗地震能量少，框架结构的抗震能力没有得到发挥，从而引发结构的连续性坍塌。而医院的新门诊大楼则幸免于难，原因是其提前布置了隔震支座。这期我们介绍一种比 BRB 更有效的抗震装置——隔震支座，它可以把2/3的地震能量阻隔掉，被地震专家称为40年来世界地震工程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隔震支座的工作原理很简单，由隔震支座组成隔震层，把建筑分为上下2个部分。地震来临时，隔震层会阻隔地震能量的传递路径，从而保护建筑安全。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普通橡胶支座和铅芯橡胶支座。普通橡胶支座由夹层钢板和薄橡胶层交替叠加组成，上下有连接钢板。铅芯橡胶支座则是在橡胶支座中穿插一根铅芯，增加弹塑性耗能。研究表明，单独采用普通橡胶支座对结构层间位移和层间剪力的控制效果没有铅芯橡胶支座好，但普通橡胶支座对结构在大震作用下的顶层加速度反应控制的比铅芯橡胶支座要好。因此，实际工程中通常采用2种支座的组合布置形式。我们以一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例，展示通过加装隔震支座实现抗震加固的施工流程。本方案是在基础往上1米位置处设置隔震层。施工前先对隔震支座下部墩柱进行加固，保证隔震支座基础的稳固。在隔震支座上部设置扭腿，安装同步顶升系统，施加压力完成结构的脱换体系。凿除混凝土柱段，千斤顶同步顶升1到3毫米，放入隔震橡胶支座。千斤顶同步下降，卸载拆除同步顶升设备，完成抗震加固施工。地震灾害严重地区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如学校、医院、博物馆、交通枢纽等，都应全面推广应用隔震技术，从而可以从容面对地震灾害，切实保证生命财产安全。